嫌我丑想退婚，可以，把欠我们沈家的54000两白银连本带利吐出来。你发什么疯？你这个丑八怪！离了我谢希安，京城里还有谁敢娶你？我本有一张倾国倾城的脸，直到娘临终前的那句话。今年记住了，美貌这东西，在没本事护住他的人手里，就是催命符。从14岁那年起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丑八怪。没用的东西，长成这样，你也只配嫁给那个穷秀才谢灵安。你想容貌如鬼？当我知道所谓的真心换不来真爱，那么我决定用这张脸去换一场通天的死。这容色哪里是换富贵，分明是要把京城所有的姑娘都给比下去啊！小姐，你说霍老夫人要是瞧见这张脸，保管她惊讶的一整天都说不出话来。容貌只是敲门砖，谢灵安嫌我丑，那我就嫁进他这辈子都高攀不上的侯府。小女沈清念见过霍老夫人。好一个沈家姑娘！老身活了60年，自诩见过宫廷内渊无数佳丽，却从未见过这般绝色姿相。夫人谬赞。不，这婚事定下了，3日后世子惊鸿便去迎你过府。夫人，您刚才说谁？不是霍惊云世子吗？惊云那孩子命薄，前些日子没了，如今侯府的世子是他弟弟惊鸿。原来是换了人。惊鸿那孩子性格顽劣，他听说了外头的传言，特地嘱咐老身，若沈小姐果真如画像般丑，他倒要亲眼瞧瞧到底有多丑。他说了，若画像作假，那他就更想见了。这位新世子听起来真是有意思。小姐，真的要再扮成原来的样子吗？去见他，自然要用他最艳气的模样。小姐，你听。柔儿，这一撇要这样写。林安哥哥，我写的对不对？对，柔儿写什么都好。那比姐姐呢？哼，提她做什么？我进去撕烂她的嘴！等等。青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退婚。退婚？你发什么疯？姐姐，你别误会，我和林安哥哥只是在练字。我绣了1年熬红了眼的衣裳，穿在你身上，练字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林安哥哥说我冷，才批给我的。柔儿就是暂住几日，你至于吗？3年，你连我的喜夜都记不住，倒是有空教别人写字。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这就脱下来还给你。沈清念，既然你都要退婚了，这锦袍留着也无用，不如就送给柔儿，她正缺一件像样的衣裳。行啊，全都留给你。清念，你别赌气。赌气？谢灵安，你搂着他写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会赌气？退婚书3日内送到府上。沈清念，你要嫁谁？除了我，还有谁敢娶你这个丑八怪？小姐，你真把那锦袍送他了？那可是你没日没夜绣了1年的，一件衣裳罢了。可那针线，那一针一针都是小姐的心血啊！脏了的东西我不稀罕。林安哥哥，姐姐是不是生我气了？都是我不好。沈清念，给我站住！让开！
今天不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。你知不知道退婚意味着什么？你让沈家和谢家的面子往哪里搁？我的婚事，我自己做主。你做主？沈清念，你也不看看你们沈家如今还有什么？你爹的生意每况愈下，你就不指望我明年春位中个进士，好给你们沈家撑腰吗？你现在跟我闹，不过是气我多看了柔儿几眼。等你想明白了，自然会回来求我。谢临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沈家离了你就没指望了？难道不是？除了我，谁还愿意管你们沈家的烂摊子？这是什么？3年前，你们谢家生意周转不开，求到我爹面前。我爹看在你向我提亲，又颇有才学的份上，借了3万两给谢家。后来陆陆续续又借了2万两，连本带利5万4千两。字据在这里，有你的手印。退婚书3日内送到府上，这笔银子也请你们谢家准备好。你，沈清念，你就是在闹脾气，拿这种东西威胁我，我才不信你真想退婚。我闹脾气？你不想想，你们沈家如今还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等明年我中了进士，你就是想回来求我，我也不要你。姐姐，你别跟临安哥哥置气了，他其实心里是有你的。江姑娘，你脸上沾了墨，还不去洗洗？沈清念，你看你这副刻薄德行，哪个男人受得了你？你若现在认个错，我还认你这个未婚妻。你非要闹的话，我不需要你认。行，你退。离了我谢临安，你能嫁给什么好人家？京城里谁家会娶你一个退过婚的女人？沈清念，明日你别哭着来求我。5万4千两，小姐，谢家怕是要砸锅卖铁了，看他明年拿什么钱去考进士，那是他们的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侯府来人了。侯府？沈姑娘，太夫人说了，这是特意给您准备的喜服，请您过目。太夫人说了，3日后世子亲自来迎姑娘，请姑娘安心。替我谢过太夫人。小姐，这是江若派人送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交到您手上。沈姐姐，今日要退婚，妹妹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。姐姐可知道，临安哥哥这3年为何从未接近过姐姐身边3尺？不是礼节，不是男女授受不亲，而是因为他嫌你丑。他私底下跟朋友喝酒，常常念叨沈清念那张脸，我看了3年，饭都少吃了半碗。若不是他家有钱，谁愿意娶个丑八怪？他还说，等明年春翁中了仕时，第一件事就是休了姐姐。每次姐姐来别院，临安哥哥都让书童在门口守着，不许姐姐进内室，说是免得影响读书的心情。到胃口，姐姐，你配不上临安哥哥。3年了，小姐，这太过分了。3年来，他从未靠近我身边3尺，我还以为他是敬礼，是客礼。呸！什么手里重教相敬如宾，分明是嫌您丑。这种男人拿着小姐的银子，私下里却这样作践小姐，简直就是个渣男。渣男？就是坏到骨子里的烂男人。小姐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事？3年前我让你扮丑，不光是怕侯府那个好色的嫡大世子瞧上你，我也是想看看谢临安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小姐托付。你想啊，你要是以真容跟他定亲，他图的是你的脸还是你这个人？可你扮丑，他若还能对你好，那才是真心。结果你也看到，3年了，他连你的喜意都记不住。
还私底下骂你，嫌弃你丑。这种男人早该踹了。你若是以真面目嫁给他，那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好了好了，就你嘴贫。烧得好，留着还脏了手。这衣服可真好看，侯府真有钱。小姐，快醒醒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得好好梳妆。3年来，这张脸终于不必再藏在泥垢之下。小姐，你这也太什么？太好看了！沈姑娘，吉时快到了，该换喜服。老奴活了半辈子，别说见过，连听都没见过这般绝色。当年先世子霍金云走马张堂，阅遍京城美人，若是见了姑娘这般模样，怕是连魂儿都要被勾走了。你是哪个院子的？我是沈家厨房的，给小姐送早膳来的。沈家的人，这莲子缸里到底加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江姑娘让我送来的。她说是给小姐补身子的。江柔倒是有心了。小姐，这江柔真是贼心不死，居然想在您大婚之日给您下晦气。把她带下去，交给沈老爷处置。告诉父亲，今日是大喜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不干净的东西。放开我！我要见小姐！幸好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，特意盯着厨房那边。母亲说美貌是催命符，3年来我深以为然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催命符从来不是美貌，而是人心的贪婪与恶毒。姑娘别为这些小事烦心，吉时快到了。今日您是全京城最耀眼的新娘子，谁也抢不走您的风头。小姐，您真好看。3年的隐忍，终于在今日迎来了新生。青念，你今日出嫁本该是喜事，但你之前贸然退婚，已经让沈家颜面尽失。如今嫁入侯府，切记要谨言慎行，多为娘家着想。是啊，青念，你弟弟明年就要进国子监了，正需要一大笔银子打点。你现在是世子妃了，手里肯定不缺银子，回头让世子拨个10万8万的过来，也算是你这个姐姐对弟弟的心意。我退婚是因为谢安与江柔私通，丢人的是谢家，不是沈家。至于弟弟的学费，父亲母亲自有产业，何必来问我要？我是你父亲，你的一切都是沈家给的，让你帮衬娘家难道不对吗？我的一切，母亲留给我的嫁妆被你们侵吞了大半。母亲病重需要100年老身，你们却拿着银子给王氏买首饰。这些年，沈家给过我什么？你胡说！那老身明明是药铺卖完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是吗？这是3年前顶峰银楼的账本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沈老爷用5000两银子买了一套赤金首饰送给王夫人，时间正好是夫人病重的那一天。你个贱丫鬟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他是我的人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。父亲若是再胡搅蛮缠，我不介意把这些账本送到族里，让长辈们也来评评理。吉时到了，请新娘子上轿。再会。
你这个不孝女！你出了这扇门，迟早会后悔的。沈清念是个丑八怪，没人要的丑八怪。霍圣子娶她是瞎了眼，快来看，丑八怪出嫁喽！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谢公子，是谢灵安谢公子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来闹的。谢灵安真是越来越没出息，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把他们送到顺天府，就说他们扰乱侯府婚典，让府尹大人好好处置。小姐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谢灵安今天翻不了天。谢灵安、江柔还有沈家的人，今日的账我会一笔一笔慢慢算。听说这沈清念长得奇丑无比，脸黄如蜡，满脸麻子，可不嘛？听说那秀才谢灵山看了他3年，饭都少吃了半碗，最后硬是给吓跑了。我寻花寻到你的笑，不能风闻到你眼角，吹越吹到月下，你美飘飘。我的天，这就是当年仙世子求而不得的沈家小姐，难怪仙世子当年为了她，差点跟侯爷闹翻。可惜仙世子福薄，没能等到这一天。若是他还在，怕是拼了命也要把沈小姐娶回来。青念，你今天真美。世子说笑了，我可没说笑，我说的是大实话。霍惊云真是没福气。好，真是个好孩子。老身活了60年，从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姑娘。惊鸿能娶到你，是她的福气。多谢老夫人夸奖。还叫老夫人，该叫母亲啦。母亲，这是母亲给你的见面礼。以后你就是霍家的世子妃，有母亲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多谢母亲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沈家嫡女，我是霍府世子妃。别怕，我扶着你。青念，翠萍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小姐，幸好我反应快，不然您就要被火烧到了。刚才是谁推的世子妃？站出来！江柔，哼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胆子，居然敢在侯府的婚典上动手。要是被查出来，怕是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惊鸿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别为了这种小事扫了大家的兴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小姐，刚才我就看到江柔鬼鬼祟祟的，一直盯着您，幸亏我早有防备，不然就被他得逞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江柔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小姐，您先歇会儿，我去外面看看情况，免得谢灵安又搞什么鬼。小心点。江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来给沈姐姐道喜的。刚才看到沈姐姐差点摔倒，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她。多谢江姑娘关心，不过我们家小姐累了，正在休息，不方便见客。我就进去看一眼，说句话就走。侯府有侯府的规矩，偏厅是世子妃休息的地方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，还请你自重。你一个丫鬟也敢拦我？我和沈姐姐是旧识，她不会不见我的。旧识？
江姑娘穿着我们家小姐绣了1年的青竹云纹锦袍，跟谢公子在书房里搂搂抱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和我们家小姐是旧识？你胡说！这件锦袍是林安哥哥送给我的。送给你？这是我昨天在谢公子的书房窗外捡到的，上面的纹理和你身上这件一模一样。我们家小姐绣这件锦袍的时候，不小心在袖口绣错了一针，你看看你袖口是不是有个小小的结？江姑娘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我把这件事告诉席上的宾客们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怎么抢别人未婚夫的，到时候看你还有没有脸在京城待下去。吉时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夫妻对，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沈青念是我的，你们不能让她嫁给别人。青念，我来了，你给我回去！啊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已经订婚3年了。霍金红，你这个小人，你抢我的未婚妻，你乘人之危！这就是那个穷秀才谢灵安，他居然敢来侯府闹事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霍世子是什么人，他也敢得罪？不过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沈青念真的和他订过婚？成何体统？这里是侯府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处理。谢兄，今日是我和青念的大喜之日，你喝多了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免得丢了你文人的体面。霍金红，你别假惺惺的！要不是你，青念怎么会跟我退婚？她本来就是我的妻子。你的妻子？谢兄这话可不能乱说。青念已经和你解除了婚约，有退婚书为证。现在她是我的未婚妻，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妻子。退婚书不算数，那是他一时冲动写的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青念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想嫁给霍金红，你想嫁给我。3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说忘就忘？谢灵安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你，当初和你订婚不过是我父亲的意思，现在我退婚了，嫁给霍金红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不可能！你骗人！你肯定是因为嫌我穷才嫁给霍金红的。沈青念，你这个嫌贫爱富的女人，你就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！嫌贫爱富？谢兄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嫌贫爱富？3年前，你们谢家生意周转不开，沈家借你3万两银子，后来陆陆续续又借了2万两，连本带利5万4千两。这笔钱你还了吗？什么？谢家竟欠沈家5万4千两银子？我的天，这么多钱，谢家一辈子都还不清吧？难怪谢灵安要娶沈家女，原来是看上了沈家的钱啊！吃软饭还吃得这么理直气壮。你胡说！那是沈家自愿借给我们的，对，是他们自愿给的，又不是我逼他们的。自愿借的。这是你父亲亲手写的欠条，上面还有他的手印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谢兄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青念跟你订婚3年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身上穿的、手里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沈家给的？可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嫌弃他丑，说看了他3年，饭都少吃了半碗，还说等你中了进士，便立即休了他。这些话你敢说你没说过吗？原来他是这种吃里扒外的畜生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沈家小姐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跟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订婚。幸好沈小姐退婚了，不然嫁给这种人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就算我欠了钱，就算我嫌他丑，那又怎么样？霍金红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娶她，不就是看上她的脸了吗？你和我也一样。等以后你玩腻了，迟早也会抛弃她的。她就是一个退了婚的破烂货。我会不会抛弃她，就不劳谢兄费心了。我霍金红对天发誓，这辈子只会娶青念一个妻子，绝不会负她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从未有人
站在我身前，这样护着我。我不准！沈清念，你这个贱人！把他拖出去，若是他再敢闹事，就打断他的腿，送到顺天府去。是。沈清念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霍惊鸿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！老夫人，求您饶了林安哥哥吧，他不是故意来闹事的，他只是太爱沈姐姐了，才一时糊涂的。你是谁？民女江柔，是林安哥哥的表妹。老夫人，沈姐姐和林安哥哥订婚3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要不是霍世子横刀夺爱，他们早就成亲了。沈姐姐也是一时被霍少子的权势迷惑，才会抛弃旧爱，跟林安哥哥退婚的。求您大发慈悲，成全这对苦命鸳鸯吧。江姑娘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你说沈小姐和谢公子感情很好，那谢公子为什么会和你在书房里搂搂抱抱，教你写字，甚至还把我们家小姐送去谢家的锦袍披在你身上？你胡说！我和林安哥哥只是兄妹之情，没有别的关系。兄妹之情会让他在你面前说我们小姐的坏话，会让他亲口许诺，中了进士就休了小姐，娶你为妻。血口喷人！林安哥哥从未说过这种话。江姑娘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谢公子写给你的字条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休了沈清念，八抬大轿娶你进门。江姑娘，你敢说这不是谢公子的笔迹吗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定是你们伪造的，陷害我！伪造？谢公子的笔迹，京城里认识的人多了去了。要不要我现场找几个谢公子的同窗来辨认一下，或者直接报官处理？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，以后不准她再踏入霍府一步。是。老夫人饶命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沈姐姐，求你饶了我吧，看在以前的情分，你帮我说句话呀。当初你抢走谢灵安，写信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老夫人，世子是我们刚才糊涂了，误会了世子妃，还请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见怪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谢灵安和江柔就是这样狼狈为奸的小人？世子妃真是不容易，平白受了这么多委屈。霍世子真是好福气，能娶到这样高风烈节的夫人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别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扫了兴。继续拜堂吧。是。夫妻对拜。礼成送入洞房。小姐，刚才真是太解气了，江柔那个女人终于得到报应了，看她以后还怎么在京城抬起头来。翠萍，那张字条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昨天我去别院给您拿东西，正好看到谢灵安把这张字条夹在书里，我想着这种证据留着说不定有用，就顺手拿了。没想到今天还真派上大用场了。翠萍总是有很多办法，虽然有时候觉得她很神秘，但她对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。哈哈，翠萍，今天立了大功，回头我让管家给你包个大红包，想买什么尽管买。多谢世子爷，祝世子爷和小姐百年好合。青年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本该是高高兴兴的婚礼，却被这些琐事烦心。我没事，谢灵安他们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进去吧，好好休息。我还要去前面招待一下宾客，等晚点我就回来陪你。小姐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去给您端些热乎的吃的来。您今天忙了一天，肯定饿坏了。好，去吧。谢灵安的大闹，江柔的挑拨，都被一一化解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有惊鸿和翠萍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怎么还没睡？等你回来。今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样护着我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要护着你。谢灵安那边我已经让人盯着了，他要是再敢闹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还有江柔，我也让人警告过他，要是他再敢来找你的麻烦，我就把他赶出京城。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了。今日他们当众身败名裂，在京城怕是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哼，那是他们活该，敢欺辱我的妻子，没将他们当场下狱，已是格外仁慈。霍惊鸿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们才认识几天而已。当初我以丑女示人，你甚至都没见过我的真容。从第一次在凌云寺看见你的画像起，我就对你产生了好奇。后来见到你本人，我就知道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青念，我对你不是一时兴起，是真心的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。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小姐，醒酒汤熬好了。哎呀，世子爷小姐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世子爷，这是我特意给您熬的，趁热喝点解解酒。我先出去了，绝对不打扰你们了。翠萍这丫头对你倒是忠心耿耿，是个难得的。她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人，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以后她也是霍家的人，我会像护着你一样好好待她的。惊鸿不仅外表俊朗，而且心思缜密，学识渊博。他懂我的隐忍，更懂我的野心。这种共鸣是谢灵安的平庸之辈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。小姐，今日要去给老夫人和各位长辈请安。侯府规矩大，咱们可不能出错。我知道，霍家不比沈家，步步都要小心。走吧，莫要让长辈久等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快起来坐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不用这么拘束。母亲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世子妃刚进门，可不能坏了侯府的规矩。想当年我嫁给金云的时候，每天天不亮就来请安，端茶倒水，伺候了3个月。柳氏说的是，世子妃确实该学学规矩。柳夫人说的是，只是不知柳夫人当年伺候先世子，可曾学会先世子的宽厚待人，还是只学会了对新人挑3拣4？我是在教你规矩。我母亲教我的规矩是尊重值得尊重的人。先世子英年早逝，柳夫人守节不易，我自然敬重。但若是有人借着守节的名义故意刁难晚辈，那我也不会任人欺负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吵什么？青念刚进门，有不懂的地方，柳氏你多指点就是了。小姐，这个柳氏一看就不是擅长。先世子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善妒成性，府里的丫鬟被他打跑了好几个。现在他定是嫉妒您嫁给了世子，故意找茬。我知道，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。不过他要是再敢找茬，我也不会客气。世子妃，大管家说府里的月例该发了，让您去核对一下账目。早听说侯府的大管家是柳氏的陪房，这些年仗着柳氏的势力，在府里一手遮天。看来这第一关就是要从账目上入手。老奴给世子妃请安，这是这个月的月例账目，请世子妃过目。王管家，这猪肉20文1斤，是哪家肉铺的价格？我怎么听说京城最好的肉铺也才10文钱1斤？世子妃有所不知，最近猪肉涨价了，而且府里买的都是最好的五花肉，
自然贵一些。是吗？那丫鬟们的月例呢？按照侯府的规矩，1等丫鬟月例是2两银子，怎么账本上写的是1两5钱？少的500文去哪里了？这是因为最近府里开支大，所以暂时扣了一点，等下个月宽裕了，就给他们补上。暂时扣了？我怎么听说王管家上个月刚在城南买了一处3进的宅子？看来侯府的开支都进了王管家的腰包啊！世子妃饶命，奴才没有，奴才是冤枉的。是不是冤枉的，查一查就知道了。翠萍，把账本收好，从今日起，府里的账目由我亲自管。王管家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等我查清楚了再做处置。小姐，您打算怎么处置他？不急，他背后有柳氏撑腰，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先收集证据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再一次性将他扳倒。再来一壶酒。谢公子，你已经欠了我们5两银子了，不能再赊账了。欠点银子怎么了？我以前可是沈家的准女婿，还会少了你这点酒钱？别提沈家了，沈小姐现在是侯府世子妃，早跟你没关系了。你要是再没钱，就赶紧滚蛋！你个穷鬼，敢在我的店里撒野，给我滚出去！都是沈清念，要不是他退婚，我怎会落得这般田地？既然喝酒解不了愁，那就去赌一把，说不定能赢一大笔钱，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见过世子，见过世子妃。母亲，儿媳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母亲，世子妃刚进门就掌管了府里的账本，这本是好事。可我听说世子妃昨天把王管家给撤了，还说他贪没府里的银子。王管家跟随先世子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我看是世子妃刚进门想立威，故意找王管家的麻烦吧。是啊，老夫人，王管家在侯府干了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世子妃这么做，未免太不近人情啊。二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青念是世子妃，掌管侯府账本理所应当。她处置一个贪墨的管家，难道还需经过你的同意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世子妃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冤枉好人，如果传扬出去，恐怕会惹得世人非议啊。我没有冤枉他，这是我这几天查出来的证据。王管家在任3年，贪墨府里的银子共计8万7千两，还偷偷变卖了侯府3处田产，这些都是他签字画押的票据，还有当铺的存根，各位可以看一看。没想到王管家竟这么大胆，贪了这么多银子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亏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好人。柳氏还替他说话，他们之间肯定有猫腻。这不可能，定是你们伪造的。伪造的？王管家已经全部招供了，还指认是你在背后指使他的。柳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柳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勾结外人，贪没侯府的家产！母亲饶命，儿媳没有，定是那狗奴才为了脱罪胡说八道，诬陷我的。母亲，既然王管家已经招供，那就把他送到顺天府依法处置。至于柳氏，念在他为先世子守节的份上，就罚他在院子里禁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院子半步。就按你说的办，带下去。青念，你做得很好，以后侯府的管事就全权交给你了。谁要是不服，就直接告诉我，我给你做主。多谢母亲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彻底在侯府立住了脚。
王管家被送走的第2天，我就提拔了自己带来的账房师傅，重新整顿了侯府的账目。府里的下人见我手段厉害，再也不敢偷懒耍滑，侯府的风气焕然一新。而另一边，谢灵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熬。限你3天之内还钱，不然就打断你的腿！那天他走进赌坊，本想赢一笔钱翻身，结果手气极差，不仅把身上最后一点银子输光了，还欠了赌坊10两银子。柔儿，开门！我是林安哥哥，我有急事找他，只要他借我10两银子，我一定会加倍还他的。10两银子？我们家小姐说了，当初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，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是处的酒鬼赌徒，谁会借钱给你？赶紧滚吧，不然我就叫人了。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谢公子，你走吧。江柔，你这个贱人！当初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讨饭呢。现在我落孽了，你就翻脸不认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个疯子，敢在我们家门口骂小姐，打死你！等着吧，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！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跪在我面前求饶，尤其是沈清念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当初退婚的决定。谢灵安在破庙里躲了几天，赌坊的人找不到他，就到处散播他的谣言，说他不仅赌钱酗酒，还偷东西换钱，是个无恶不作的败类。你们不知道，那沈家嫡女沈清念啊，就是个灾星。这些谣言很快就传到了京中贵女的耳朵里。柳氏虽然被禁足，但她的陪伴还在外面活动，趁机添油加醋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我的身上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沈清念就是个灾星。当初她和谢袭安订婚，谢袭安还是个前途无量的秀才，结果她一退婚，谢袭安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是啊，我还听说她为了嫁给霍世子，故意设计陷害谢灵安，让她身败名裂。这种女人也太恶毒了吧！霍世子怎么会看上她？定是被那张脸迷了心窍。你们不知道，谢灵安以前跟我说，沈清念那张脸丑得能吓死人，要不是沈家有钱，他才不会娶她呢。现在沈清念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就把谢平安一脚踢开，真是太狠心了。谢灵安以前跟我说，沈清念那张脸丑得能吓死人，要不是沈家有钱，这些长舌妇，我去撕了他们的嘴！别急，听听他们还说什么。现在沈清念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就把谢平安一脚踢开，真是太狠心了。是吗？柳姑娘，你说谢灵安跟你说过这些话，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在哪里说的？还有谁听到了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他就是说不记得了。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谢灵安在退婚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真容，他说我丑，是因为我故意扮丑试探他，而他呢，一边拿着沈家的银子，一边和江柔私通，还计划中举后休了我。这些事，柳姑娘你不知道吗？这是谢灵安在赌坊的欠条，还有他偷东西被抓的供职。他现在不仅欠了赌坊一大笔钱，还成了人人喊打的小偷。这样的人说的话能信吗？原来谢灵安是这样的人，太恶心了。亏我还同情他，原来他是自作自受，差点被谣言骗了。柳如烟也真是的，竟帮这种人说话，看来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柳姑娘，我劝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，再敢散播我的谣言，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。小姐，刚才真是太解气了，那表情真是像吃了只苍蝇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又谁要是敢拿谢兴安的事来诋毁我，我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赏花宴结束后，谢灵安的名声彻底臭了，京城里没有人再愿意搭理他，就连乞丐都嫌弃他。谢灵安走投无路，只能靠偷东西为生。他先是偷路边小摊的包子，
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偷大户人家的东西。抓小偷啊！原来是你这个败类，以前还是个秀才，现在居然沦落到偷东西的地步，真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。把他绑了，送到谢家族长那里去，看看他们谢家养出了个什么东西。族长，你这个逆子！我谢家100年来清名传世，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你不仅赌钱酗酒，还偷东西，真是把谢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护不住你了。从今天起，将你逐出谢家，从族谱上除名。以后你是死是活，都和谢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族长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是谢家的子孙，我是有功名的读书人，你不能把我逐出族谱。我意已决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以后不准他再踏入谢家一步。我居然会被家族抛弃，现在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，无家可归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嫌弃他丑，如果我没有贪心江柔，青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嫌你丑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求求你回来。小姐，谢灵安被逐出谢家的消息，如今满城皆知。族长亲自将他从族谱除名，他现下形同丧家之犬。知道了，这是他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别人。怎么了？是谁惹我们的世子妃不高兴了？莫非是谢家那点破事儿脏了夫人的耳朵？没空管那些，你来看这些商铺的账目。这几个铺子是霍惊云先前留下的，每年都在亏损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关门。我早就知道这几个铺子不行了。以前霍惊云在的时候，根本不管这些事，都交给下面的人打理。结果被那些人中饱私囊，铺子都被搞垮了。我本来想把他们卖掉省心，既然你觉得可惜，那你就看着整顿吧。我有办法让他们起死回生。这几个铺子的位置都很好，只是经营方式不对。比如这个绸缎庄进的都是过时的布料，款式也老土，自然没人买。还有这个酒楼，厨子做的菜难吃，服务也不好，谁愿意去？哦，那你打算怎么整顿？绸缎庄那边，我打算派人去江南进一些最新款的布料，再请几个手艺好的绣娘，设计一些新颖的款式。酒楼那边换个厨子重新装修一下，再推出一些特色菜。另外，我还打算在铺子里实行奖惩制度，干得好的伙计涨工钱，干得不好的就辞退，这样就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了。好主意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需要多少银子，多少人手，尽管跟我说，侯府上下随你调遣。不用太多银子，侯府的账上就有。人手的话，我想让我外公家以前的几个老伙计过来帮忙，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好手，忠心且内行。行，都听你的。青年，有你在真好。以前我一个人打理这些事，累死累活的，现在终于有人帮我分担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该同心协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做全身心投入到商铺的整顿中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亲自去铺子里查看情况，解决各种问题。在我的努力下，几个亏损的铺子很快就扭亏为盈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你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这支颜色衬你，买下可好？
家里的首饰都要堆不下了。青年，青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放开你的脏手！青年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嫌你丑，不该和江柔私通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？谢灵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现在是霍家的世子妃，你早就没有任何关系。不，你骗我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嫁给霍惊鸿？你就是为了气我，对不对？我在等你，求你，我现在求你了啊！把他给我拖走。是。沈青念，你这样的女人，你嫌贫爱富，你会遭报应的。霍金兄也不会真心对你的，他只是看上你的脸了，等他不喜欢了，就会把你抛弃的。你找死！霍金元，你别得意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算了，别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，我们走吧。沈清念、霍惊鸿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后悔！这个谢灵安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居然敢当街辱骂你，我应该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敢不敢闹事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，跟他计较不值得。以后我们出门多带几个侍卫就是了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以后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了。我眼里手掌心的纹路，我斗不过霍惊鸿，但我可以动他身边的人。拿到1000里，我就离开京城，远走高飞。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谢灵安，居然是你！翠屏姑娘，别喊了，没人会来救你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绑架我！要是被世子爷知道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哈哈哈！我当然知道他不会放过我，所以我要你给沈清念带个话，让他拿1000两银子来赎你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，然后把你的尸体扔到河里去。谢灵安，你别做梦了，小姐不会给你银子的。你现在放了我，我还能替你求求情，不然的话，你死定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看你是不长记性。谢灵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霍惊鸿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这里？翠屏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世子爷，幸好您来得及时。幸好你放了信号弹，不然我还真找不到你。谢灵安，你3番5次的找事，这次居然敢绑架我的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霍金雄，你杀了我吧！我就算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把他送到顺天府，告他绑架勒索、蓄意谋杀，让他在大牢里待一辈子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我是读书人，我不去大牢。翠屏，吓死我了！以后你出门一定要多带几个人，千万不要再一个人出去了。
知道啦，小姐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谢灵安被关进大牢后，终于消停了，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每天打理侯府的账目和商铺，霍惊鸿则上朝处理政务。晚上回来，我们两人一起吃饭聊天，感情越来越深厚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边关的军需案出问题了，10万大军的粮草和军械，每年都要拨几百万两银子。可最近我发现很多银子都不知所踪，我让幕僚查了好几天都没查出头绪。军需案，这可不是小事，要是处理不好，会影响军心的。是啊，我正为此事发愁呢。那些贪官污吏太狡猾了，把账目做得天衣无缝，根本看不出破绽。要不把账本拿给我看看，我从小跟着我母亲学看账本，或许能发现什么问题。对啊，我怎么把你忘了？你看账目的本事那么厉害，肯定能帮我找出漏洞。你看这里，这笔运输损耗每10加州3分，从京城到北境，正常的运输损耗最多1分半，这里多州了1分半。每年光是粮食就多支出10几万丈，换算成银子就是10几万两。青年，你太厉害了！我那些幕僚看了3天都没看出这其中的猫腻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还有这里，军械折损，按京城市价70%赔付，可北京的铁价比京城贵1倍。他们用赔付的银子在北京买新兵器，朝廷要亏很多钱。还有这笔盐引，边关根本用不了这么多，肯定是被他们倒卖到南边去了。青年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这次的军需案，多亏了你，才能这么快找到线索。这只是初步的发现，要想彻底查清这个案子，还需要去边关实地调查。我已经奏请皇上，过几天就亲自去边关一趟，你在家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部绳之以法。好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和侯府的人都等你回来。我知道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夫妻同心，就一定能克服。等夏天，等秋天，等下个季节，要等到月亮变缺，你才会回到我身边。此去边关路途遥远，气候恶劣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遇事不要冲动，万事以安全为重。放心，我走之后，侯府就交给你了。刘氏虽然被禁足，但他的配方还在府里，你要多加小心。还有谢灵安和蒋柔，虽然都被关起来了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让侍卫加强了府里的戒备，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的。你安心去查案，家里有我。等我回来，等我解决了军需案，就带你去江南游玩，好好补偿你。小姐，您别担心，世子爷武艺高强，又有那么多侍卫保护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不担心他的安危，我是担心有人趁他不在，在背后搞鬼。柳氏那个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上次我撤了王管家，又把他禁足，他肯定怀恨在心。现在世子爷不在，他一定会趁机作乱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以不变应万变，我们先按兵不动，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招。只要他敢动手，我们就抓住他的把柄，一次性把他解决掉。江姑娘，这是柳夫人让我给你带的吃的。柳夫人说了，让你再忍几天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她就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替我告诉柳夫人，只要她能救我出去，我一定帮她除掉沈清念那个贱人。
沈清念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等我出去，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江姑娘，快跟我走，柳夫人已经安排好了，马车在外面等你。江姑娘，你可算出来了。柳夫人说了，先让你去城外的庄子躲几天，等风头过了，再想办法对付沈清念。躲？我才不躲！我现在就要去找沈清念报仇，我要毁了他的脸，让他变成一个丑八怪，看霍清轩还会不会要他。江姑娘稍安勿躁，现在侯府戒备森严，沈清念身边又有那么多侍卫保护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下手。柳夫人说了，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击即中，让沈清念永无翻身之日。好吧，我听柳夫人的。不过你们一定要快点，我一天都不想再等。江柔居然越狱了，顺天府大狱戒备森严，她一个弱女子，若是没人接应，怎么可能逃得出去？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帮她。小姐，您怀疑是柳氏？除了她，还能有谁？柳氏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现在世子爷不在，她肯定会联合江柔一起对付我。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没错，她果然要动手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立刻去搜查柳氏的院子，找出她和江柔勾结的证据？现在去，说不定还能抓到那个心腹嬷嬷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贸然搜查只会打草惊蛇。而且柳氏是先世子的遗孙，老夫人对她还有几分情面。要是没有证据就定他的罪，老夫人那边不好交代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搞事吧？当然不能。你立刻派人去盯着柳氏的院子，还有城外的所有庄子，一旦发现江柔的踪迹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另外，加强府里的戒备，尤其是我的院子和老夫人的院子，不准任何陌生人靠近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柳氏、江柔，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你们任何机会。江柔越狱后的第5天，京城里突然开始流传一个谣言，说霍惊鸿在边关查案时得罪了当地的贪官污劣，被人设计陷害，已经战死沙场了。听说了吗？北边传来的消息，世子爷回不来了。我也听说了，说是连全尸都没留下。快，趁着世子妃还没发现，赶紧把那对金镯子塞在行李，咱们今晚就溜。没想到世子爷居然就这么没了，现在侯府群龙无首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柳夫人，现在侯府不能没有主事的人。您是先世子的遗孀，在侯府待了这么多年，德高望重，理应出来主持大局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能主持大局呢？还是等世子妃拿主意吧。世子妃一个年轻姑娘，哪里懂这些事儿啊？而且世子爷刚去世，她肯定伤心欲绝，哪还有心思打理侯府的事儿？柳夫人，您就别推辞了，为了侯府的将来，您就出来主持大局吧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那我就暂时先主持一下侯府的事务吧。等以后有了合适的人选，我再把权力交出去。柳夫人，谁给你的权力，让你主持侯府的事务？世子妃，现在世子爷已经战死了，侯府群龙无首，我作为先世子的遗孀，出来主持大局，
难道不对吗？谁说世子爷战死了？这只是一个谣言而已。世子爷在边关好好的，昨天还派人送来了书信，说军需案已经有了眉目，很快就能查清楚。书信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肯定是在骗人，你想掩盖真相。我有没有骗人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柳夫人，你未经我的允许擅自解除禁足，还蛊惑下人，试图夺权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，我是为了侯府好。现在外面都在传世子爷战死了，我要是不出来主持大局，侯府就散了。侯府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来人，把柳氏带回院子里，继续禁足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吐出院子一步。谁敢再帮他传话，一律欲赶出侯府。放开我！沈清念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先世子的遗书，老夫人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刚才的谣言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散播的。世子爷在边关平安无事，很快就会回来。谁要是再敢散播谣言，或者有二心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奴才不敢，奴才一定忠心为世子妃。小姐，幸好您来得及时，不然柳氏就要得逞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柳氏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，她肯定还有后招。我们要做好准备，迎接她的下一次进攻。只要那个贱人在一天，我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去联系江柔，既然夺不了权，就直接送他上西天。世子妃，您喝杯茶歇歇吧，放在桌上吧。等等，世子妃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杯茶是你泡的吗？是奴婢泡的，是吗？那你先喝一口。世子妃饶命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喝。不敢？你敢在我的茶水里下毒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世子妃饶命，是柳夫人逼我的。她说要是我不毒死你，就杀了我全家。奴婢也是被逼无奈啊。柳氏逼你的，她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柳氏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在侯府里下毒杀人。翠萍，你带着春桃去柳氏的院子，把柳氏和她的心腹嬷嬷都抓起来。另外，派人去城外的庄子，把江柔也抓回来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小姐，柳氏和那个嬷嬷都抓到了，但是江柔跑了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庄子里已经空了。看来是有人提前给他报信了。跑了，算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先把柳氏关进地牢，等世子爷回来再处置。至于江柔，她肯定还在京城，我们继续派人搜查。你虽然参与了下毒，但是念在你是被逼的，而且主动坦白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不过侯府不能再留你了，收拾东西，离开京城吧。多谢世子妃不杀之恩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在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最不缺的就是被利益驱使的可怜人。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若不是他贪财，也不会被利用。
柳氏一个久居深宅的妇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不仅能帮江柔越狱，还能精准的散播谣言。刚才去抓江柔，她居然能提前得到消息跑了，这说明咱们侯府里还有柳氏的内奸，而且是一个能接触外界消息的人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柳氏还有同伙？去查一下最近柳氏的院子里都有哪些人出过，尤其是在江柔越狱和散播谣言的那几天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小姐，查出来了，最近柳氏的院子里除了那个心腹嬷嬷，还有一个下人经常出入，门房刘三。而且在江柔越狱的前一天，刘三曾借口家中有事出过城，去了正是城外的那个庄子。刘三，一个门房，他是什么时候进侯府的？3年前，听老仆说是先世子霍惊云亲手提拔他当门房的。他以前是霍惊云的贴身小厮，霍惊云死后，他就被调到门房当差了。原来是霍惊云的人，难怪柳氏能这么顺利地搞出这些动静。原来内奸就是他。那我们现在就把他抓起来审问。不急，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。一个门房为何能对世子爷在边关的行踪了如指掌？我怀疑他不仅和柳氏勾结，还和边关的那些贪官污吏有联系。你去盯着刘三，看看他都和哪些人联系。另外，我写一封密信，你派人连夜送往边关，交给世子爷，一定要派最可靠的人去送，千万不能让密信落入别人手里，这关系到世子爷的性命。报！世子爷，京城来人了，有世子妃的密信交给您。快让他进来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我的行动每次都被对方提前得知，原来是身边有内奸。你立刻去查，我们军营里哪些人和京城的刘三有联系，哪怕只是同乡，也要把这个内奸揪出来。青年，幸好有你，等我解决了这里的事情，就立刻回去陪你。3天后，副将查出了内奸的身份。参军李默，本世子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是兵部侍郎的走狗！世子爷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侍郎大人许我高官厚禄，我也只是听命行事。世子爷，李默招了，兵部侍郎才是军需案的幕后黑手，他不仅贪墨军饷，还勾结北境蛮族，要把咱们这1万兄弟当成他晋升的投名状。好一个朝廷重臣，通敌叛国！传令下去，3军集结，本世子要亲自取了这卖国贼的首级。就在霍惊鸿准备行动的时候，兵部侍郎却先联合了北境的蛮族，出动了3万大军，将霍惊鸿的军营团团围住。霍惊鸿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识相的就赶紧投降，看在侯爷的面子上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你和你的军队全部死在这里。3万，世子爷，咱们只有1万士兵，粮草只够维持3天了，还能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就算是死，我们也不能向卖国贼投降。不能硬拼，我们的兵力和粮草都不如对方，硬拼只会全军覆没。现在只能坚守待援。可是京城离这里有千里之遥，等援军赶到，我们早就撑不住了。
世子爷，外面来了一支商队，说是奉世子妃的命令给我们送粮草来了。世子妃的商队，快随我去接！世子爷，小人是沈小姐外空家的掌柜。世子妃得知您被围困，特意让小人带着粮草和物资，日夜兼程赶来支援。青念，他怎么知道我被围困了？世子妃早就料到兵部侍郎会狗急跳墙，所以提前让我们准备了粮草和物资，在边关附近待命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粮草，我们就能坚守下去了。不仅要坚守下去，还要反败为胜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将士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城迎战。莫惊鸿，你真是不自量力！就凭你这点残兵败将，也敢跟我3万大军对抗？哈哈哈哈！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！众将听令，杀光他们！列阵御敌！怎么回事？后方哪来的军队？众将听令，杀！助世子突围！还好立刻动用了侯府的私兵，还有外公家的护院，组成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，日夜兼程的赶来支援，不然就真完了。沈清念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快，分别去挡住他，拦住那个女人！援军已到，将士们，随我杀出一条血路！冲啊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步步死生，步步相青年，你怎么敢亲自带兵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我不来，难道看着你被他们欺负吗？再说了，我可不是来拖后腿的，我可是来帮你打胜仗的。是，我的世子妃最厉害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就真的危险了。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该互相帮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霍金黄和沈清念联手清查了军需案，兵部侍郎在任3年，贪没军需银两200多万两，且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。霍金红将其押解回京，皇上龙颜大怒，下令将兵部侍郎斩立决。多谢世子爷和世子妃，救了我们边关的百姓。看着百姓们感激的目光，我知道，我和霍金雄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世子妃沈氏智勇双全，助军平乱，特封为正一品诰命夫人，赐金冠、东珠、黄金万两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你们可把我担心坏了。让母亲担心了，
是儿子的不孝。青年，这次真是辛苦你了。没想到你一个女孩子，居然这么勇敢，还能带兵打仗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母亲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刘氏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。你勾结江柔下毒，散播谣言夺权，私通叛贼泄密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世子爷饶命！看在先世子的份上，求你饶我一命吧！先世子若在，第一个容不下你。来人，赐白绫1条，让他自行了断。陈青年，我恨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嫁给谢灵安过好日子了。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是你自己毁了自己。如果你没有抢别人的未婚夫，不曾作恶，何至于此？我不服！凭什么你长得漂亮就能拥有一切？我哪里不如你？你哪里都不如我，不仅容貌，更在那颗恶毒善妒的心。来人，把江柔拖下去，判斩立决，明日午时行刑。沈青年，我做鬼也放过你的！这一切，终究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听说那个江柔被斩立决了。林安，你回来了。哈哈哈哈！沈清念那张脸，看了3年饭都少吃半碗。哈哈，青念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想嫁给霍金红，你想嫁给我。3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说忘就忘？近视，我的近视，光宗耀祖都没了，柳氏死了，江柔也死了，都没了。青念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嫌你丑。小姐，顺天府那边，谢灵安病死在大牢里了，临死前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，说他错了。知道了。他的死不过是他自己选择的结局，派人告诉谢家一声，让他们把他的尸体领回去安葬吧。是。3年的隐忍，3年的等待，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圆满。所有的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所有的恩怨都已经了结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用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了。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在想谢灵安，刚才翠萍说他死了。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好想的。他是自作自受，不值得你为他浪费心思。我没有为他浪费心思，我只是在想，幸好当初我退婚了，不然我现在的人生肯定会和他一样悲惨。是啊，幸好你退婚了，不然我怎么能娶到这么好的妻子？就你会说好听的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青年，能娶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能嫁给你，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谢灵安死后不久，沈家也彻底败落了。自从上次他和王氏来侯府要钱，被我揭穿他们害死母亲、侵吞遗产的罪行后，沈家的名声也一落千丈。沈鹤亭的生意无人问津，商铺全部倒闭，
还欠了一大笔外债。沈家败落后，沈清宇整天抱怨，还偷偷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拿去赌钱。王氏整天以泪洗面，沈鹤亭整日唉声叹气，后悔不已。如果当初我能对青念好一点，如果我不听信你的谗言，害死他娘，沈家又怎会落到这个地步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快要饿死了。青念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现在是诰命夫人，手指缝露一点都够咱们活命。你去求求她，求她帮帮咱们。青念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青念，以前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给你道歉，你就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给我们一点银子，让我们能活下去就行。当初我母亲病重，需要百年老参救命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拿着5000两银子去给王氏买首饰，我母亲丧礼还没办完，你就置办宅子，侵吞她的遗产。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青念，我是你父亲啊，血浓于水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不配当我的父亲。从你害死我母亲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父女情分就已经断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，拿着这些银子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。青念，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也毁掉了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情分。解决了所有的麻烦后，我和霍金之乎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。我将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商铺收入翻了几倍。霍金红平定军需案有功，加官进爵。我们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青念啊，你和惊鸿成亲也快1年了，也该给我生个孙子了。母亲，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。什么顺其自然啊？隔壁王大人比惊鸿还小2岁，儿子都已经会走路了。我已经让人炖了补汤，每天都要喝。母亲又逼你喝补汤了？每天都要喝这么一大碗，我都快喝吐了。这是母亲给我炖的，你喝了算怎么回事？我们是夫妻，谁喝都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喝了补汤，身体好了，才能早点让你给我生个儿子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终于怀孕了。别动！这种重活让翠玲来，你快坐下歇着。我只是怀孕了，又不是生病了，不用这么紧张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可怎么跟母亲交代？谢谢你，惊鸿。3年前，我以为美貌是灾厄，谢欣安弃我，沈家辱我，可如今我才明白，只有遇到对的人，那张催命符才会变成开往幸福的通行证。小姐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多好看啊！是啊，真好看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带着他一起去江南看桃花。小姐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？看你这副样子，难道又有人要搞鬼？小姐，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难道是天上的仙女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在我们那里，这叫穿越。我是从几百年后的现代穿越到这里来的。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3年前我穿越到这里，正好遇到你母亲去世。我知道你原本的命运，你会以真容嫁给谢灵安，却被他始乱终弃，最后死在那个阴冷的院子里，郁郁而终。所以我才劝你扮丑，
避开那个好色残暴的霍惊云。我让你考验谢灵安，是为了让你看清渣男的真面目。我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帮你改命。3年来，翠萍那些古怪的词汇，对局势的精准判断，还有对我毫无底线的守护，在这一刻全部有了答案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现在嫁给了霍惊鸿，过得这么幸福，马上就要当妈妈了，恶人都死了，你的命运彻底变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离开？你要去哪里？回到我自己的世界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帮你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翠萍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我是沈清念，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。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小姐，你要好好的。霍金鱼是个好人，他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健康快乐的长大。以后你要多笑，不要总是皱着眉头，再也不要为谢灵安那种人掉一滴眼泪。翠萍，小姐，再见了。我会一直在另一个世界祝福你的。年头年尾各自活，遍地又如何，春光又如何。翠萍，青念，所幸不过是寻常人间事，多少谢谢你，我的好姐妹。恭喜世子，恭喜老夫人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。好，好，赏，全府都有赏。孩子就叫霍念安吧，寓意着思念平安。青年，辛苦了。情缘若梦，长久几何？翠萍，你看到了吗？孩子出生了，长得很像他。我知道你一定在你的那个世界过得很好。别练了，过来吃吃点心，休息一下。霍金航在朝中地位越来越高，但他始终没有纳妾，一辈子只爱我一个。青年，你看，这里的桃花比京城的好看多了。是啊，真好看。你这个丑八怪，离了我谢希安，京城里还有谁敢娶你？知道啦，小姐。幸好我遇到了翠萍，幸好我遇到了你。如今，所有的苦难都已经过去，等待我的是岁岁年年的平安与幸福。